主攻县城零食店，2年開出8000家，趙一鳴到底是怎麼賺錢的？最近幾年零食折扣店幾乎是滿大街的開。趙一鳴自2019年起步，到2022年也只有84家門店，結果2024年門店數量就突破了8500家。而趙一鳴又與零食很忙，合併後的集團全國門店突破了2萬家。門店營收超555億。與此同時，不少餐飲行業卻深陷倒閉潮。據企查查數據顯示，2023年全年與餐飲相關企業的調銷注銷總量達到了142萬家，同比增長超過136.4%。這一熱一冷的鮮明對比，不禁讓人好奇，趙一鳴到底憑什麼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一路狂飆，甚至將傳統超市都甩在了身後呢？他的零食真的便宜嗎？趙一鳴零食店到底是怎麼賺錢的呢？走進趙一鳴零食店，到處都是懸掛着省錢一件也批發價的標語，那他的零食是不是真如宣傳的那般便宜呢？從表面看，便宜肯定的。易拉罐的可樂、雪碧、芬達在超市裡賣2塊5，在趙一鳴只賣1塊8；一袋薯片在超市裡賣4塊5，在趙一鳴只賣2塊9。200克裝的沙琪瑪，商超賣8塊8，這裡5塊2就能拿下。還有各種休閒零食的標價，看起來都比傳統商超實惠不少，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，零食折扣店的低價背後其實藏着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小細節——克數差異。這往往就會給消費者造成撿了大便宜的錯覺。就拿李子柒螺蛳粉來說，普通超市售賣的常規款式335克一袋，售價為10塊9，折算下來每克價格約0.0325元。而趙一鳴等多數零食折扣店售賣的同款產品，多為275克一袋的特惠款，售價7塊9，每克價格約0.0287元。單看總價，折扣店確實便宜3元，但換算成單位重量，價格優勢其實並不懸殊。甚至有不少消費者沒注意到克數差異，誤以為自己薅到了羊毛。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，比如某品牌牛肉粒，商超120克裝賣15塊8，折扣店80克裝賣9塊9。表面看單價低了近6元，實則單位重量價格僅便宜1分錢。那拋開克數差異，趙一鳴是如何做到把實際售價壓得相對較低的呢？這背後其實跟他的供應鏈有關係。趙一鳴總部在採購環節，對於那些具有很強品牌力的頭部品牌，比如德芙巧克力、衛龍、辣條、可口可樂等，由於他的門店數量多，達到了萬店規模，自己就相當于成了省级代理。這龐大的採購量讓他在和供應商在談判時擁有了絕對的話語權，能夠爭取到非常優惠的進貨價格。就好比你去批發東西，買10件和買1000件拿到的價格肯定是天差地別。趙一鳴就是靠着這巨大的採購量，把大品牌商品的價格壓了下來。而對於品牌力不強的品類，比如牛肉乾、烏龍茶、烘焙面包等，都是與工厂直接合作生產，自有品牌商品，完全跳過了中間商。这就意味着，即便存在部分商品克數縮水的情況，多數商品綜合下來仍比商超更划算，也難怪消費者願意為他買單。不過除了商品銷售的利潤，加盟模式帶來穩定收入，也是趙一鳴盈利的關鍵。每個加盟商都需要從總部採購100%的貨品，通過貨品供應賺取差價。雖然一家店並不能給總部帶來高收入，但憑借上萬家門店的規模，加盟商長期的進貨給趙一鳴形成了穩定的現金流，而加盟商通過大量銷售低價零食，在3、4線城市也能站穩腳跟。和傳統超市作為曾經零售行業的霸主，比如家樂福、沃爾瑪、永輝、大潤發等大型連鎖商超，2012年前後，國內連鎖商超市場規模一度突破2萬億元，市場份額超15%。但如今，在趙一鳴等零食折扣店的衝擊下，商超的日子是越來越不好過了。据联商网數据顯示，2023年國内前100連鎖商超的銷售額同比下降了2.3%，門店數量也減少了1200多家，其中零食飲料品類銷售額下滑最為明顯，同比下降5.8%。像傳統的商超走的是大而全的路線，什麼都買，試圖滿足消費者一站式購物的需求。但隨着電商的興起，讓消費者能在網上輕鬆買到各種商品，商超的圈子不再具有絕對優勢。而且傳統商超雖然也採取了一定程度的低價策略，但和電商以及趙一鳴這樣的零食店相比，價格仍然偏高。以500毫升瓶裝礦泉水為例，商超售價普遍在2元左右，趙一鳴僅賣1塊2，1.25升裝的可口可樂，商超賣5塊5，趙一鳴3塊8就能拿下。而且趙一鳴等零食折扣店都只聚焦零食飲料這一細分領域，消費者如果只是想買零食，自然更願意去趙一鳴這樣專門賣零食、價格更便宜的地方。可在如今人們消費降級，火鍋店、奶茶店接連倒閉的情況下，國內零食折扣店卻為何能做到瘋狂鋪店呢？其實從行業競爭的角度來分析，這一點就很好理解了。像餐飲行業的競爭一直以來都很激烈，2023年国內餐飲市场参與者就超過了600萬家。平均每個商圈就有20多家餐飲門店，消費者的選擇太多了，而且餐飲行業的運營成本較高，其中房租佔成本比例為20%到30%，食材成本佔比30%到40%，人工成本佔比20%到25%，各項費用不斷上漲，一旦經營不善，就很容易陷入虧損的境地。相比之下，零食店的運營模式就簡單多了，主要成本集中在採購佔比50%到60%，倉儲佔比5%到8%，物流佔比3%到5%。通過優化供應鏈，趙一鳴等零食店能夠有效地控制成本，提高利潤空間，並且零食的保質期相对較長，多數在6個月、1年，不像餐飲行業的食材那樣容易變質，降低了經營風險。更重要的是，零食店的商品種類雖多，但多為標準化產品，不需要像餐廳那樣依賴廚師的烹飪技藝。
也不用花費大量精力研發新菜品，很大程度降低了運營難度。這些優勢都使得零食店在面對市場波動時，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，能夠在餐飲行業的倒閉潮中逆勢而上，瘋狂開店擴張。如今的趙一鳴雖然在零食大戰中佔據了一席之地，但好想來這樣的巨頭也在逐漸壯大。或許只有更低價才能讓消費者一直依賴。